甄嬛传》中，安陵容陷害甄嬛是因舒痕胶，表面上是为了让甄嬛脖子上的疤痕早日褪去，实际上却是为了让舒痕胶中的麝香侵入体内，从而导致甄嬛身体受损，没办法怀孕。这似乎是整部剧中安陵容第一次陷害甄嬛。然而在此之前，安陵容就间接伤害甄嬛了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，安陵容脱口而出差点自爆。只可惜，当然甄嬛受伤没有太过在意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安陵容到底是怎样自爆的。首先，安陵容和甄嬛在选秀当天相遇相识，并且甄嬛还在冬夏春羞辱安陵容时出面解围。看到安陵容一身简朴后，甄嬛立马送上耳环，外加一朵秋海棠，让安陵容成功入选。瞧着安陵容入选，甄嬛又把安陵容接到家中，两人以姐妹相称，跟着方若姑姑学习宫中礼仪。冒昧问姐姐一句，姐姐是几月里生的？我今年17，4月17的生日。我今年16，2月初9生的。你还比我小呢，我得叫你妹妹。可见在此期间，甄嬛和安陵容是坦诚相待的，甚至是入宫后，甄嬛和安陵容也是互相照应。直到沈眉庄掉入假孕争宠事件后，甄嬛、安陵容、沈眉庄的铁三角被人斩断。甄嬛为了能在宫中活下去，也为了救沈眉庄，特意给安陵容打扮一番，让她吸引皇上，目的就是让安陵容邀宠，以此分宠。而安陵容也靠着一副绝佳的嗓音成功获宠。好一个有话看者只许者，你叫什么名？安陵容。很好，歌儿清爽，人意清爽。在这时，甄嬛和安陵容还是一条心的。甄嬛受宠时会给安陵容送皇上赏的东西，安陵容受宠时也会给甄嬛送浮光锦。除了邀宠，他们想的就是帮沈眉庄洗冤屈，以及如何能在这个吃人的宫中活下来。他们之间的情谊，哪怕是皇后也不能撼动。皇后娘娘多虑了，松子是您一手抚养的，很是温顺呢。是吗？不过人心都难测，何况是畜类。越是亲近温驯，就越容易不留神啊。其次，安陵容的父亲因押送粮草不利入狱，恰好审理这桩案子的又是沈眉庄的父亲，所以安陵容急忙去求沈眉庄家书一封。可皇上最忌讳的就是后宫干政，因此沈眉庄去求皇上时被苏培盛拦下了。瞧着沈眉庄帮不上忙，安陵容泪流满面。结果甄嬛出了个主意，陪她去求皇后。不料皇后早就猜到甄嬛和安陵容要来，于是在他们来之前，皇后已经去求情了。甄嬛和安陵容只好在偏殿等消息，最终等来了皇上会重审案子的好消息。安陵容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然而也正是这件事，皇后耍了手段，导致安陵容开始怀疑他们三人的情谊。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，只是梅姐姐她，沈贵人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，让他多多关照此事。顺水推舟的人情，谁不会做？安陵容感到不满，心中也就生出了怨念。于是安陵容决定背叛他们的友情，转而投向皇后的战队。这天，安陵容在皇后宫里刺绣聊天，突然安陵容拿出一个香囊送给皇后，实际上却以自己不用香而拒收香囊，并且皇后还告诉安陵容，香用得好就好，用不好是可以害人的，就是富察贵人。于是当皇后领着各宫嫔妃在前院赏花时，要不然凭着甄嬛细腻的心思，在联合之前安陵容频频出入皇后宫中，也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友谊已经出现裂痕。这样的话，在安陵容送舒痕胶的时候，说不准甄嬛还会请温太医来瞧上一瞧。然而事实没有如果，安陵容生了二心，间接害了甄嬛第一次，就会为了荣宠再害上甄嬛第二次、第三次。只能说《甄嬛传》这部剧处处都是细节。原以为舒痕胶是安陵容第一次害甄嬛，却不料富察贵人小产就间接害了甄嬛。更没想到在这件事中，安陵容还差点自爆，可见这部剧真的是值得细品啊！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吗？
您要说有什么区别，那区别可大了。对待听话的小猫小狗，还得伺候它吃，伺候它喝，给它铲屎，带它遛弯儿。可皇上对待安陵容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心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究竟有多不在意安陵容。首先，皇上记得端妃的陪嫁项圈，记得华妃爱吃珍珠海米为鹌鹑，记得被瓜溜打的佩儿曾是嬛嬛宫里的丫鬟，唯独不记得安陵容。唱歌的是好一个有花看者只许者，你叫什么名？如果说皇上只是单纯不记得安陵容这个人也就罢了，毕竟皇上忙于政务，很少进后宫，也能理解。但是当皇上解锁了安陵容的歌手身份之后，他完完全全把安陵容当成了一个移动唱吧，哪里需要往哪儿搬。工作不顺利需要人排解烦闷时，皇上想到的是小夏子，去给我把安陵容叫来唱两声。安陵容欢欢喜喜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嬛嬛替我解决烦恼了，你回去吧。华妃来替年羹尧求情时，皇上想到的还是小夏子，去把安陵容喊来唱两首。就是不想见他，朕才见了你。嘿，你还真坦诚。皇上此举就差直说，只要你安陵容唱得够大声，我就听不到华妃在哀嚎。这样一来，他人就不会说我薄情寡义了。后来安陵容被毒哑了嗓子，皇上除了觉得可惜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表示。直到安陵容强行开发出冰息舞这个技能之后，皇上才重新把安陵容拥入怀中。但是就在祸宠当晚，安陵容用她那哑调的嗓子唱着她之前常唱的曲子，皇上非但不阻止，还一脸玩味的哈哈大笑。可见皇上不仅仅只是把安陵容当成了移动唱吧，甚至还把她当成了一个玩物。其次，皇上对安陵容丝毫没有感情，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首先咱们来看皇上收拾年羹尧的时候，华妃跪在门外求皇上饶年羹尧一命。虽然皇上铁了心要除掉年羹尧，但是当他听到苏培盛说华妃把头都磕破了的时候，皇上还是心一下软了，吩咐人去好好医治华妃。如果说皇上是念在他与华妃有多年的感情，才对华妃说与众不同的话，那么咱们接着看皇上收拾瓜尔佳氏一族的时候，瓜尔佳氏文渊在雨中跪求皇上饶恕他的母家，皇上说了一句，念在瓜尔佳氏文渊多年侍奉他的份上，不会要了瓜尔佳氏文渊的命。可是当安陵容他爹经历大起大落，再次入狱的时候，安陵容一身素衣脱簪戴罪，求皇上饶了他爹。按理来说，安陵容入宫时间比瓜尔佳氏文渊还要早，皇上要真念伺候时间的长短，也该念你安陵容啊。可他是偏不记得安陵容。最后咱们再来看安陵容怀孕封妃的时候，内务府拟了3个封号让皇上挑选，正好此时嬛嬛就在皇上身边。甄嬛一看，哎呦呵，这素文丽快速连读不正是本宫的名字吗？不行，一定不能让安陵容用这几个字。于是嬛嬛表面上说这些字儿有多么的好，实际上就是暗示皇上这字儿不能用，并且嬛嬛还假装贴心，让皇上亲自给安陵容拟封号。要知道当初皇上给嬛嬛给梅姐姐拟封号的时候，那拟起来可叫一个又快又有寓意，怎么这会儿到了安陵容身上就说自己想不到了呢？用心与不用心一目了然。关键是皇上他自个儿不愿意给安陵容拟封号也就算了，他还来了一波骚操作，让嬛嬛给安陵容拟封号，而且在嬛嬛故意拟了一个离字各应安陵容时，皇上他还同意了。难道博学的皇上不知道离字的意思吗？难道精明的皇上看不出嬛嬛与苏培盛的一唱一和吗？他知道，他都知道，但是为了能让嬛嬛开心，他愿意配合嬛嬛用这个封号，哪怕他知道这个封号带有侮辱性，他还是派苏培盛快去传旨，快让六宫都知道。综上可见，皇上对安陵容就是没有心，正如安陵容在坦白局上和皇上所说的一样，在皇上看来，安陵容只是一个听话的玩物，可这个玩物说到底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人。皇上对安陵容不在意，殊不知安陵容对皇上也不曾付出过真心。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贵族的毁灭者，他所到之家家家败落，他就是死神之女冰儿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冰儿有多不祥。第一家甄府，冰儿第一次出场是在甄嬛选秀回府当晚，当时冰儿只是甄府的一个丫鬟，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一个死神之女。甄嬛入宫避宠、承宠、失宠再复宠，一路上跌跌撞撞的，同时甄府也起起落落。眼看甄嬛即将封妃，甄府也水涨船高，却不料瓜妇参了甄府一本。加上甄嬛又因纯元故衣与皇上离了心，以及在处理完年羹尧之后，皇上整顿朝局时，甄父不认同皇上的做法。皇上认为这不利于自己皇权的统治，所以哪怕甄嬛怀了孕，皇上也不会顾及着甄嬛的面子，直接把甄府一家老少全都流放宁古塔。甄远道夫妻年事已高，朕会从轻发落。朕已经下旨，甄远道及其家眷流放宁古塔。而甄嬛更是因为晚晚泪清看透皇上，生下胧月之后，甄嬛自请出宫。虽然甄嬛在甘露寺的日子比不上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家人艰难，但此时的甄嬛还在坐月子就要干活。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娘娘，突然间要在坐月子的时候剪柴洗衣，这个月子仇搁谁都得记一辈子。第二家，瓜尔佳府。甄府全家老少被流放到宁古塔之后，冰儿被瓜尔佳府买到了家中做丫鬟，之后又嫁给了瓜尔佳府的陈四做老婆。后来瓜六举报甄嬛和温太医私通时，还特意喊来了冰儿作证。奴婢给皇后请安。抬起头来说话。这人咋这么眼熟呢？这不是死神之女冰儿吗？甄嬛悬在半空的心逐渐放下来了，瞅瞅那眼神，仿佛在对瓜六说：瓜娃子，老娘还以为你找来啥人证呢，原本老娘和温太医就没啥，你还扯出死神之女，性命不想要了。果不其然，在这一场举报大会中，瓜六用全族性命起誓，结果甄嬛逆风翻盘，干了一场漂亮仗，而瓜六被废为庶人，死在了狱中的乱棍中。瓜尔佳氏一族成年男子满门抄斩，14岁以下流放边疆，妻女一律莫为官奴，还真应了瓜六那句瓜尔佳氏无后而终。第三家，果郡王府。冰儿在滴血认亲这场大戏后期吐真言，说出了自己是被瓜六逼着来作证之后，甄嬛顾念往日情分，留下了冰儿，并且在浣碧嫁入果郡王府的时候，冰儿作为浣碧的丫鬟跟着去了果郡王府。原以为冰儿的克府之路在瓜尔佳府结束，却不料冰儿到了果郡王府之后，果郡王的侧福晋孟敬贤在一场宫宴中化身人形避毒块，为6阿哥避毒嗝屁了。果郡王则因带兵出关，引起皇上的怀疑。为了处理果郡王这个潜在的威胁，皇上下令派甄嬛去给果郡王送毒酒，最终果郡王喝下毒酒也嗝屁了。而浣碧伤心过度，在果郡王的葬礼上一头撞向棺木，当场也嗝屁了。王爷，别丢下我！瞧瞧，浣碧身边的可是死神之女冰儿啊！就这样，冰儿又送走了一家。果郡王与2个侧福晋陆陆续续 over， 只剩一个可怜的元彻，虽然还过继到了慎郡王府，给慎贝勒夫妇。虽然剧中冰儿伺候过的府邸死有起因，但咱们开个脑洞看看冰字的百度释义。冰字从玉，从分一为一分为二，玉和分联合起来表示分玉，把一件完整的玉器剖开分为2半，而这种被分为2节玉一般用来陪葬，一节儿置于墓主头顶，一节儿置于墓主脚底。综上可见，冰儿死神之女名副其实。《甄嬛传》中静妃告发3阿哥与英贵人，为什么不提前与甄嬛商量呢？第一点，3阿哥与英贵人之事和孙大应与那名侍卫不知天地为何物不同。从3阿哥在御花园里遇见英贵人起，再到3阿哥在御花园拦下英贵人动手动脚，以及3阿哥寂寞难耐给英贵人写信，整个过程都是3阿哥一厢情愿。3阿哥和英贵人不是私通，而是3阿哥觊觎皇上的嫔妃。在这件事上，英贵人本身就是清白的，错的也只有3阿哥一个。你妹妹挑来的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，是谁不知廉耻？这信到底也不是英贵人写的。
由于英国人至始至终没有回应过三阿哥，这意味着受罚的原本应该只是三阿哥一个人。敬妃为了打压皇后的气焰，从而告发三阿哥，这本是理所当然、毋庸置疑的一件事儿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太理所当然了，所以敬妃没有和甄嬛商量，直接告发了。第二点，敬妃想趁机送甄嬛一个礼物，因为之前敬妃担心甄嬛要回胧月的抚养权，为了把胧月留在自己身边，敬妃向皇后告发了苏培盛和槿汐对食之事。这件事一出，可以说直接打压了甄嬛。甄嬛联手端妃用孟子论把槿汐捞了出来，又在生下双生子之后，才正式和敬妃敞开天窗说亮话。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悉听贵妃娘娘处置。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胧月，直至公主出嫁。敬妃没想到甄嬛竟然把胧月全权交给她，所以敬妃十分愧对甄嬛，不管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赎罪。总之，敬妃急需送甄嬛一个礼物，聊表心意。于是当敬妃看到三阿哥追赶英贵人时，她那灵敏的嗅觉立马闻出了八卦的味道。因此当敬妃拿到情书这份确凿的证据后，她没有多想，直接向皇上告发了此事，为的就是把这个礼物做出有惊喜的效果。毕竟此时敬妃急需这个礼物，只要这件事是由敬妃一个人做成的，那她就是在送甄嬛大礼。如果敬妃提前和甄嬛说了这件事，那么他们就成了共谋，或者说敬妃只能算是一个执行者。这样一来，这个礼物也就不算礼物了。这就好比我想给你一个礼物，我直接办成了再送给你，和我。第三点，敬妃拿捏不准皇上的心性。对于敬妃来说，三阿哥与英贵人这回事儿，摆明了就是三阿哥的错，加上三阿哥平时也不受皇上待见。亏得你师父脾气好，换作是朕，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。皇阿玛息怒，息怒，朕倒是想息怒，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。所以敬妃认为，只要他告发了三阿哥，皇上一定会秉公办事，处罚三阿哥。这样他着急打压皇后，没做太多考虑，就急匆匆地把这事儿给办了，却完全没想到皇上如此看重皇家颜面。这场告发不仅没有打压皇后和三阿哥，反而还因为英贵人是果郡王府送上来的，一个回头就把甄嬛和果郡王给拍下了水。可以说敬妃这场告发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可怜了英贵人白白枉死在这场告发当中。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上对华妃，下对妙蛙种子，结果一路顺风顺水，活到了大结局。他就是人送外号新对对的新贵人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新贵人为什么能活到大结局呢？第一点，新贵人活得通透。可以说在甄嬛这批新秀女进宫之前，除了华妃最受宠之外，就是新贵人了。毕竟皇上10多天没进后宫，一进后宫就去了新贵人宫里，导致华妃吃醋，让内务府撤了新贵人的绿头牌。华妃娘娘说，常在小主自上次小产之后，身子尚未痊愈，所以不宜侍寝。表面上这是华妃打翻醋坛子的操作，实际上从华妃让内务府撤绿头牌这件事，可见新贵人不仅有能力让皇上记挂着她，而且新贵人活得比谁都通透。因为华妃撤新贵人绿头牌的理由是新贵人小产后身子未愈，不宜侍寝。换成其他人遇到这种事儿，早就泪眼连连了。可新贵人没有，他清楚在这深宫中不能一蹶不振。前有方贵人被害小产，出言是华妃害他，从而被打入了冷宫；而后有甄嬛被害小产，怨对皇上，从而导致碎玉轩如同冷宫。在这些势力的衬托下，只有新贵人被害小产后一如往常，就算他心里有恨，他还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谋的恩宠还得谋。第二点，新贵人懂局势，会站队。从开场到甄嬛反攻这一整个长阶段中，新贵人从来没有加入谁的战队，一直以来他都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。
华妃刁难皇后，她可以帮忙说话；富察贵人朝甄嬛显摆，她也会直接回怼。甚至前一秒说了瓜六眉眼透露算计，后一秒她还可以和瓜六手挽手逛御花园。在御花园遇到失宠的甄嬛，她还会行礼。这种种操作让人一时分不清她到底站哪队。直到甄嬛强势回归，新贵人和瓜六一起去向甄嬛请安时，于是甄嬛不好说出口的话，新贵人说了，这也表示新贵人愿意替甄嬛效劳。也正是因为这番暗话，导致新贵人倒完苦水后的投靠变得合理。第3点，新贵人办事靠谱，还容易满足。如果说新贵人是因为及时站队活到最后，倒不如说新贵人办起事来样样靠谱。毕竟新贵人投靠甄嬛的时候，甄嬛已经不是以前的甄嬛了。新贵人也清楚钮钴禄战队并不是随便进的，所以当新贵人决定投靠甄嬛时，说了一句：嫔妾在宫中无依无靠，娘家又远在千里之外，如今娘娘荣耀回宫，想必这风光背后也少不了辛酸。嫔妾愿与娘娘一同分担，略尽绵力。别看新贵人只是说了一句绵薄之力，实际上新贵人出的力可不少。先是和甄嬛联手在皇上面前演了出戏，故意激怒瓜六，令其责罚宫女。等皇上问瓜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，新贵人又来了一波抢答，给瓜六定了罪名。打击了瓜六之后，新贵人又让自己的父亲搜罗安父的罪状。还是贵人聪明，让你阿玛在暗中留意，才抓住了安比怀的痛处。否则安嫔也太得意了。新贵人的娘家本就离京遥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新贵人还十分给力，托他爹悄悄把事儿给办了。可见钮钴禄战队打击安琪拉小分队时，新贵人出的力确实不少。按理来说，新贵人刚加入钮钴禄战队就参加了2场作战，并且还十分卖力，打击了瓜六和安小鸟后，新贵人确实有理由请求甄嬛给点奖励。毕竟对比宫中其他嫔妃的晋升速度，新贵人是升位本升得最慢的那一个，但新贵人简直是宫中少有的清流，不管有多少新人的位分嗖的超过他都不在乎。唯一的一点也只是在加入钮钴禄战队前，新贵人曾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需求：与其寄人篱下看人眼色，不如当个一公主位来的痛快。可见要不是瓜六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或许新贵人都不会加入这场战斗。一个看透了所有规则，又懂得审时度势，关键时刻还能出力帮助又容易满足的人，他都不能活到最后做见证人，还有谁呢？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超强待机，最后还捞到了一个女儿，她就是人送外号一格殿的端妃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端妃为什么选择温宜公主而不选四阿哥。第一点，四阿哥是宫中的忌讳，因为四阿哥的生母身份卑贱，并且生得丑陋，而四阿哥又是皇上酒后犯下的错。四阿哥的生母生下他之后就被打发到了行宫，四阿哥更是直接被丢到了圆明园，由下人养着，所以皇上不允许任何人提这档事儿，因此四阿哥的身世成了宫中的忌讳。除了不允许任何人提到四阿哥之外，皇上对四阿哥也十分不待见。哪怕皇上到了圆明园之后，四阿哥跪地求见，皇上仍然把四阿哥晾在太阳底下，见都不见。没见着皇上的四阿哥把目标转向皇后，希望皇后能为他说说话，把他接回宫里。结果简秋拦下了四阿哥，并派人把他送走了。事后简秋问皇后为什么不愿抚养四阿哥，咱们听皇后是这么说的：可见皇上不待见四阿哥的程度之深，连皇后都忌讳四阿哥的身世，生怕受到牵连，就别说常年卧病在床的端妃了。而温宜公主虽然是女儿人，却十分受宠。常言道母凭子贵，因为曹贵人是温宜公主的生母，所以哪怕皇上不喜欢曹贵人，也会在看温宜公主的时候多看2眼曹贵人。虽然端妃常年卧病在床，没有社交，但端妃对皇上喜爱温宜公主这一点了解透彻。一个是不受待见的阿哥，一个是备受宠爱的公主，端妃十分清楚他们能给自己带来什么，所以四阿哥从来都不在端妃的备选中。如果说四阿哥是没有额娘的野孩子，那么温宜公主就是人人都想抢的香饽饽。
第二点，端妃清楚皇上疑心深重。自从端妃在王府给华妃端了一碗安胎药，导致华妃失去孩子的同时，端妃也被华妃灌了一碗红花，从此失去生育能力。端妃清楚皇上忌惮她和华妃的军方背景，只要他们的背景不倒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因此如果端妃执意要领养4阿哥，就相当于在挑战皇上的权威。疑心深重的皇上会猜忌武将出身的端妃为什么要领养4阿哥，他这么做是不是内外勾结扶持4阿哥？可见只要端妃领养了4阿哥，皇上就一定会悄悄动手除掉端妃。所以端妃唯一的希望就是选择一位公主，这样既不会给皇上造成威胁，又能让自己在深宫中有个依靠。因此端妃把目标放到了温宜公主身上。第3点，曹贵人下线，温宜公主无人照顾。剧中端妃正式登场是在温宜公主周岁宴上，往期分析过端妃设计抢温宜公主的抚养权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动动发财的小手往前翻翻，不管是深度解读还是过度解读，总之从不社交的端妃出现在宴会上不简单。对于这场社交，端妃抱有2个目的，其一，看看甄嬛能不能成为扳倒华妃的盟友；其二，打造一个她很喜欢温宜公主的人设。听听皇上的重点词儿，陪嫁品。别看端妃送给温宜公主的只是一个项圈，在古代陪嫁品这种东西是要留给女儿的。端妃此举很明显，她要给众人留下一个她很喜欢温宜公主的印象。只有这样，等到曹贵人下线，温宜公主无人照顾，众人想到最合适的养母人选，少不了端妃。后来华妃倒台，曹贵人不断地挑战皇上的底线。皇上和太后商量曹贵人的去留时，果不其然，太后在抚养温宜公主这件事上立马想到了端妃。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，哀家瞧，静妃、端妃就很好，都很喜欢孩子，未必就不如她这个生母。虽然太后给出了端妃、静妃2个人选，但是永远不记得安陵容，却记得陪嫁品的皇上。会想到端妃曾经把自己的陪嫁品送给温宜公主，加上端妃的盟友甄嬛还给皇上吹枕边风，而端妃的身子骨又在华妃下线后逐渐好转，完全有能力照顾温宜公主。如果把温宜公主交给端妃，既能让她好好成长，又不会威胁到皇上的地位，同时还能弥补皇上对端妃多年以来的愧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因此端妃顺利地抚养了温宜公主。综上可见，成天病殃殃的端妃实际上计谋过人，因为她看皇上看得十分透彻，所以她不会轻易提出她要抚养4阿哥，而是设计借助甄嬛的手除掉华妃，除掉曹贵人，最后再借甄嬛让皇上主动把温宜公主交给她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超强待机的懿格殿娘娘实在牛。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究竟有多会说话？上能对嫔妃，下能保自己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苏培盛和崔槿汐对食事件爆发之后，甄嬛捞人的话堪称教科书级别的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捞人的语言艺术。首先咱们看苏培盛与崔槿汐被抓入慎刑司之后，甄嬛原本想从皇上手中捞人，结果人没捞着，反而让皇上收走了他的管家权。瞧着皇上这头行不通，甄嬛转头去找端妃，目的是让端妃替她捞人。可此时的端妃和甄嬛并没有站在统一战线，所以为了让端妃帮自己一把，甄嬛是这么说的：苏培盛在皇上跟前服侍多年，是最清楚皇上脾性的。如今乍然被拘，一则损伤皇上颜面，二则皇上身边也没有会服侍的人。因为甄嬛清楚端妃深爱着皇上，只要她说出皇上离开苏培盛之后的处境，端妃一定会担心皇上身边没有可用的人。所以甄嬛不说自己需要崔槿汐，而是明里暗里的提示端妃皇上离不开苏培盛。果不其然，深夜皇上来端妃宫中谈心的时候，端妃瞧着皇上神情不好，立马用孟子论替苏培盛和崔槿汐说话。皇上觉得端妃的话入情入理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皇上跑去找甄嬛，说起他昨晚和端妃夜谈的心得。甄嬛一听端妃帮自己的战队说话了，心中立马有了10成的把握。因此在这场营救苏培盛和崔槿汐的大赛中，甄嬛说的话那叫一个漂亮。下面咱们来细细分析甄嬛是如何说的。从皇上说起自己与端妃的夜谈心得中，甄嬛得知端妃是站在自己这边的，所以甄嬛第一时间肯定了端妃。端妃娘娘久在宫中，见识深远。
甄嬛为什么要肯定端妃德高望重呢？很明显，甄嬛是要告诉皇上，如今后宫除了皇后，就属端妃最有权威。像端妃这么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，她都觉得苏培盛和崔槿汐对时无伤大雅，其他人搁那儿逼逼叨啥呢？肯定完端妃之后，甄嬛立马给皇上戴高帽，而皇上素来宽仁待下，对内对外都是英明睿智。前一秒说端妃的好，后一秒又夸皇上仁慈。仁慈这顶高帽戴在头上，皇上还好意思杀苏培盛和崔槿汐吗？瞧着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模样，甄嬛趁热打铁，搬出了皇上的白月光纯元。臣妾眼见前朝稳固，遥想当年纯元皇后为福晋治理王府的风姿，若是今日纯元皇后还在，后宫更会气象一新。瞧瞧皇上的神情，一说纯元他就来劲儿了。换做以前的甄嬛早就气得不行了，可现在甄嬛一心只想捞人，管他皇上心里想的爱的是纯元还是纯芳，甄嬛只顾着夸赞纯元对下人也是慈悲为怀，目的是勾起皇上的旧情。毕竟在皇上心中，纯元就是真善美的代表。如果换成纯元来处理苏培盛和崔槿汐的事儿，不说纯元会成全他们，至少是会饶恕他们的。当今皇后是纯元皇后的亲妹妹，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。皇后娘娘虽说要以槿汐与苏培盛之事惩戒后宫，大约也不会真要了他们的性命吧。听到这儿，不得不让人直呼好家伙，甄嬛明知道宜修的心狠手辣，明知道在皇上心中宜修远不如纯元，她还非要拿宜修和纯元做比较，这对皇上来说简直是污染了自己的白月光。毕竟宜修为了扳倒甄嬛，曾派人到甄嬛宫中搜崔槿汐的房间，而且还亲自把苏培盛和崔槿汐打入慎刑司。对于宜修不与自己知会一声的抓人的做法，皇上心中早就不满了。宜修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？哎，瞧着效果达到了，甄嬛立马打起感情牌。臣妾能再度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，受些委屈又何妨？只是槿汐，她陪在臣妾身边多年，臣妾心里总会有些舍不得。表面上甄嬛说着自己和崔槿汐的情谊，实际上却是在说崔槿汐服侍我几年，我就这样舍不得她。人家苏培盛可是从小就陪在你身边的，这会儿你不捞他，你还有没有心呢？果不其然，这几句话下去，皇上想明白了，立马下旨放人，而甄嬛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救出了人。从上可见，甄嬛还真是语言大师呢。一番话下来，既夸了端妃，夸了皇上，又让皇上对宜修不满，最后还成功捞出了自己宫里的人。怪不得华妃说甄嬛是后宫语文科代表，这张嘴也是罐儿会说的。